不少老年人坚信吃某些食物能养生，早餐冲一碗黑芝麻糊，午餐喝一大碗浓白骨头汤，下午再泡一杯速溶核桃粉，睡前还要来一勺蜂蜜水润肠。这些场景在无数家庭里天天上演，但医生发现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些所谓养生食物背后隐藏的高糖、高油、高精制碳水。60岁以后，血管自然老化变窄、变硬，失去弹性。如果继续这样吃，血管其实正在悄悄堵住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来自大量门诊和体检的真实数据。第一个危险信号，吃完饭就犯困、头晕，甚至感觉胸口发闷。不少老年人吃完饭习惯躺下休息，以为是消化需要能量，但医生发现，当血管已经存在狭窄时，高碳水、高脂肪餐会使血液大量涌向胃肠道，脑部和心脏供血反而减少，导致头晕乏力。这个信号往往被误认为正常衰老，其实是血管在求救。研究表明，餐后低血压或餐后脑供血不足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预警。第二个危险信号，走路稍快就喘不上气，小腿发凉发麻。很多人以为这是腿脚不好，其实下肢血管堵塞会直接造成远端缺血。医生发现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早期表现就是行走一段距离后小腿酸胀发凉，休息后缓解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种间歇性跛行，以为是老了腿脚没劲。如果继续吃那些高糖高脂的养生食物，斑块会越来越多，最终导致颈息痛甚至坏疽。第三个危险信号，餐后血压异常增高，尤其是收缩压飙升。不少老年人每天喝一碗速溶燕麦或杂粮糊，实际上这些产品里添加了大量糖和盐，空腹吃下去血糖、血压一起飙升。研究表明，频繁的餐后高血压是未来心梗和中风的独立风险因素。很多家庭忽视了食物对血压的即时影响，认为吃降压药了就可以随便吃，这是一个巨大误区。第四个危险信号，记忆力明显下降，注意力不能集中。这不是简单的老糊涂，血管堵塞影响大脑供血，特别是微小血管的病变会导致认知功能衰退。医生发现，长期高血糖和高血脂会损伤血脑屏障，加速老年痴呆进程。很多老年人每天吃很多水果干、枣糕、蜜饯当零食，以为比糖果健康，其实这些食物果糖浓度极高，同样是血管杀手。第五个危险信号，脚趾或手指经常发麻发白，尤其是在寒冷天气或夜间，这是微循环障碍的表现，往往提示小血管已经存在狭窄或痉挛。不少老年人睡前喝一杯温蜂蜜水润肠，但蜂蜜的高果糖会加重甘油三酯升高，进一步损伤血管内皮。医生提醒，如果这些症状频繁出现，请咨询医生做四肢血管超声检查。以上5个信号，如果出现2个或以上，请务必重视，并去正规医院咨询医生。接下来解释背后的健康原因。为什么这些看起来养生的食物反而让血管悄悄变窄？第一个原因，加工类冲调食品含有隐形油脂和糖分。很多老年人喜欢买现成的黑芝麻糊、核桃粉、燕麦片，吃起来方便，口感香甜。但医生发现，为了让味道更好，这些产品往往添加了氢化植物油、白糖或麦芽糖浆。氢化植物油含有反式脂肪酸，是血管硬化的直接推手。研究表明，每天摄入4克以上反式脂肪酸，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 23%。一碗冲调的芝麻糊可能就含有2克左右的反式脂肪。很多家庭忽视了标签上的植脂末、氢化油等字眼。第二个原因，浓白的骨头汤、鱼汤、鸡汤表面看是补钙佳品，实际上钙含量极低，但脂肪和嘌呤极高。熬汤过程中，骨髓里的脂肪大量乳化到汤里，形成浓白汤汁。不少老年人认为营养都在汤里，每天喝一大碗，殊不知这些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进入血液循环后，
直接导致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升高，促进动脉粥样斑块形成。医生发现，喝汤不如直接吃肉来得健康，因为肉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才是真正需要的。第三个原因，坚果和干果食用过量核桃，杏仁、花生都是优质脂肪来源，但每天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克以内，大约一个手掌心的量。不少老年人觉得坚果补脑，一把接一把的吃，又选择盐焗或油炸口味，结果油脂、盐分双双超标。研究表明，每天超过30克加工过的坚果对60岁以上人群的血管壁大于利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耗脂肪过量也是负担这个常识。第四个原因，粗粮细做反而成了精致碳水。很多老年人听说吃粗粮好，就把糙米、燕麦、红豆打成糊状或煮成烂粥，这样消化吸收速度变得非常快，升糖指数甚至超过白米饭。医生发现，反复熬煮后淀粉糊化程度高，血糖反应剧烈，而高血糖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，引发炎症反应，加速动脉硬化。请咨询医生或营养师，正确的粗粮吃法是整粒蒸煮，不要打粉。第五个原因，常吃所谓的低脂食品或无糖食品。不少家庭为了老人健康买低脂酸奶、无糖饼干，但这些产品为了补偿口感，往往添加大量淀粉和甜味剂。低脂酸奶里的糖分有时比普通可乐还高，无糖饼干里的精致面粉和植物起酥油同样转化为甘油三酯。研究表明，这些健康零食吃多了，体重可能不增加，但内脏脂肪和血脂却在悄悄升高。第六个原因，盲目相信食疗和保健品。很多老年人听信广告，用山楂、决明子、绞股蓝泡水喝，或者买各种鱼油、卵磷脂、红曲。医生发现，这些食疗方法如果缺乏科学量化，很可能剂量不足无效，或者过量损伤肝肾功能。而且很多保健品中的有效成分并不稳定，甚至和正在服用的药物发生相互作用。请咨询医生后再决定是否使用。第七个原因，吃饭速度快，咀嚼不充分。很多老年人牙齿不好，习惯囫囵吞咽，或者把食物煮得稀烂，这会使饥饱感迟钝，不知不觉吃下更多热量。研究表明，每餐用15到20分钟慢慢咀嚼，能减少约 10% 的热量摄入，同时降低餐后血糖峰值。第八个原因，晚餐吃得过晚过饱。不少家庭习惯晚上做一大桌子菜，再加上各种汤羹，晚餐后活动减少，摄入的脂肪和糖分更容易转化为内源性甘油三酯，沉积在血管壁。医生建议，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前结束，只吃7分饱。很多家庭忽视了晚餐与心血管风险之间的密切关系，现在给出具体改善建议。这些建议基于大量临床研究和医生共识，但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，请务必咨询医生后调整。第一，把冲调类糊状食品换成完整的整颗粗粮。早上可以吃一碗燕麦米或者鹰嘴豆煮的杂粮饭，慢慢咀嚼完整的谷物，保留了膳食纤维，能延缓碳水吸收，降低血糖峰值。如果实在牙口不好，可以用全麦面包或无糖无油的粗粮馒头代替。研究表明，每天摄入30克膳食纤维就能使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 20% 以上。很多家庭忽视了整粒谷物的好处，而是图方便选充调品，这恰恰是最大误区。第二，喝汤时一定要撇去浮油，并且每周不超过2次浓汤。用清汤、蔬菜汤或者菌菇汤代替骨头汤、鱼汤。如果想补钙，不如每天喝一杯低脂牛奶或酸奶，吃1小块豆腐。请咨询医生你的钙需求量和肾功能情况。炖汤的肉块可以吃，但不要喝汤油。第三，坚果每天定量，用一个密封小袋子装好，每次只拿出那一份，尽量选择原味生坚果或者低温烘烤无盐的品种。
研究表明，每天15克杏仁搭配散步，能显著改善血管弹性。但一旦超过30克，获益就会变成负担。不少老年人一次就吃掉一大包核桃，得不偿失。第四，改变烹饪方式，多用蒸、煮、焯、凉拌，少用油炸。红烧、糖醋、炒菜油温不要太高，不要等冒烟再下菜。选用橄榄油、茶籽油、菜籽油，每次用油量控制在2汤匙以内。医生发现，很多家庭炸南瓜饼、炸茄盒当素菜，其实吸油率高达 20% 以上，这些隐形油脂才是血脂升高的元凶。第五，学会看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，重点关注脂肪、反式脂肪、糖和钠的含量。很多标着无蔗糖的食品，实际上添加了麦芽糖浆、果葡糖浆。升糖效应和白糖一样快，不少老年人被无糖2字迷惑，每天吃半袋饼干，血糖、甘油三酯都控制不住。请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选择合适的食品。第六，每天坚持有氧运动35到45分钟，比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或打太极拳。运动能促进血管新生，帮助降血脂和血压。但运动前一定要评估心脏和关节状况。研究表明，坚持中等强度运动6个月，能让颈动脉斑块稳定性提升，甚至部分逆转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运动与饮食的协同作用，只改良饮食不运动，效果大打折扣。第七，定期监测关键指标，每3个月查一次血脂4项：总胆固醇、甘油三酯、高密度脂蛋白、低密度脂蛋白。每半年查一次颈动脉超声。不少老年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血脂已经超标，直到出现症状才去医院。请咨询医生，根据你的风险水平确定检查频率。糖尿病或冠心病监测频率需要更高。第八，警惕市面上的养生神药和保健品。很多保健食品宣称能清理血管垃圾，但实际上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它们能逆转动脉硬化。与其花冤枉钱，不如把饮食结构调整好。医生发现，很多老年人同时吃好几种保健品，反而加重了肝肾负担。所有补充剂都应该在医生评估后使用，特别是正在服用华法林、氯妞格雷等抗凝药物的患者，更不能随意吃保健品。第九，改变进食顺序，每顿饭先吃蔬菜，再吃蛋白质，最后吃主食，这样能延缓胃排空速度，平稳血糖和血脂。研究表明，这一小小的改变就能让餐后血糖峰值下降 30% 左右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进食顺序对代谢的影响。第十，控制盐的摄入。很多老年人喜欢吃咸菜、腐乳、酱油腌制的食物，觉得下饭，但高盐直接导致血压升高，加剧血管内皮损伤。每天盐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，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容量。请咨询医生判断自己是否盐敏感。第11，增加优质蛋白质摄入。老年人容易肌肉流失，而肌肉也是消耗血糖的器官。每天吃足量的鱼、虾、去皮禽肉、豆制品和蛋类，每餐至少有1手掌大小的蛋白质。研究表明，蛋白质不足会加速代谢紊乱和血管老化。第12，保证充足睡眠和情绪稳定。长期熬夜或精神紧张会导致皮质醇升高，引起血压波动和动脉炎症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老人睡眠质量差的问题，一味要求他们少吃多动，却忽略了压力管理。现在总结最重要的3个结论。第一个结论，养生食物的陷阱不在食物本身，而在于吃法和量。很多家庭忽视了加工、过量、混合食用这些细节。正确的做法不是不吃，而是改方式、控分量、换原料。请记住，完整天然的食物永远比加工后的糊状或冲调品更健康。第二个结论，血管堵塞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。身体给出的危险信号，如饭后头晕、走路喘气、腿凉腿麻、餐后高血压、记忆力减退，都不是老了应该有的正常现象，
请务必重视并尽快咨询医生，早发现、早干预可以避免心梗、脑梗。第3个结论，对于60岁以上的人群，饮食调整的核心是低糖、低脂、低盐、高膳食纤维、优质蛋白。没有哪一种万能食物能逆转动脉硬化，真正有效的是长期坚持中等强度的运动搭配科学饮食。科学研究已经给出明确答案，但真正执行还需要家人和老人一起努力。抗血管衰老没有捷径，只有每一天正确的选择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您或者身边的长辈是不是还习惯吃那些糊状养生食品？你有没有出现过我们提到的危险信号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会挑选典型问题，下次专门解答。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每周更新靠谱的健康知识，帮您和家人避开常见的养生陷阱。记住，健康的血管是长寿的基础。从今天开始，检查一下家里的储物柜，看看有没有那些表面上很养生，实际上却悄悄堵血管的食物。如果您不确定如何调整，请咨询医生获取个性化方案。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在60岁以后依然拥有年轻的血管和高质量的生活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